今天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如果您现在还看不懂为何美国经济成长强劲，德银却大砍金价，那您辛苦累积的资产可能就危险了。近期德银发布最新报告，将第三季的金价预测直接下调1%，降到4300美元，而对于第四季的目标价也同步下调17%，来到4800美元。虽然修正后的黄金目标价仍比目前的现货价格高，但德银在报告中指出，推动这次金价加速走跌的两大核心因素是联准会政策路径的重新定价，以及美国整体的宏观经济数据展现超乎预期的强大韧性。如果联准会未来的货币政策转向，甚至再度加息的话，金价有可能会跌到3800美元左右。如果用1月底创下的历史高点5600美元来计算，潜在跌幅超过30%。这对于在高档满仓进场甚至开杠杆的投资人来说，绝对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事实上，德银这次的下调金价并不是独立事件。就在前阵子，最高调的黄金大多头高盛就已经率先倒戈。高盛已经将2026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从原本预估5400美元大幅度下调至4900美元。花旗也在6月时将黄金3个月的目标价下调到4000美元，只过4天，花旗又迅速改口，重新把黄金目标价上调到4500美元。花旗的解释是，他们认为先前的下跌只是市场的价格重置，而不是代表黄金长线牛市的终结，因此他们依然维持未来6到12个月内金价能达到5000美元的看涨预测。与此同时，美银也发表了短期之内金价确实很难触及原先设定的6000美元目标，但从长远来看，只要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依然高企，且中央财政整顿持续缺失，黄金在长期而言还是有上行的支撑。摩根大通则是继续维持2026年底6000美元，2027年均价6263美元的乐观预测。不止如此，联准会还将2026年的通膨预期从原先的 2.7% 大幅度上调到了 3.6%， 同时把 GDP 的增长预期小幅下调到 2.2%。 德银更是进一步调高美国的通膨预测，直接预计2026年联准会累计将加息50个基点，让基准利率一路冲上 4.1%， 而且最快在7月份就可能提前加息。在这场由货币政策预期重新定价所驱动的价格重置当中，全球黄金市场正呈现一种罕见的资金博弈格局。一方面，我们看到一般投资人与短期投机资金的加速撤离。根据最新统计，全球实物黄金交易所挂牌基金已经连续第5周呈现净流出，在单周之内流出的金额就高达 42.7 亿美元，直接创下今年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在这之中，光是美国的投资人就撤走15亿美元。到了5月份，全球实物黄金交易所挂牌基金的总持仓量已经一路下滑到4121吨。德银在报告中指出，这种传统上用来撑起金价半边天的核心力量目前已出现明显的缺失。但与此同时，市场的另一边却上演完全相反的故事，那就是全球各国央行的坚定托底。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访的74家各国央行当中，
有接近一半的央行表示，计划在未来的12个月之内继续增加黄金储备。这个比例创下该项调查自2018年启动以来的历史新高。同时，有接近90%的受访官员认为，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总量在未来1年内还会持续上升。大约有一半的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准备继续增持黄金。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例，目前已经实现了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的惊人纪录，光是5月份就再度增持了32万盎司，创下年内新高。高盛也预测，在整个2026年，全球央行将会持续以每个月50吨的速度在市场上买入黄金。德银也不得不承认，央行的战略性需求是目前黄金市场上唯一仍然坚挺的铁板支柱。交易所挂牌基金的散户与投机资金在撤退，而各国的央行却在不断进场。这种短期投机资金与长期战略资金之间的分歧，正在深度重塑整个黄金市场的格局。面对这样多空拉锯的市场行情，身为理性的投资人，应该如何看待黄金这类资产？股神巴菲特在过去数十年的投资生涯当中，对黄金的态度一直非常保守，并认为黄金属于典型的非生产性资产。巴菲特曾说，如果你买了1盎司的黄金，经历几百年之后，你手上的黄金依然是1盎司，它不会生出小黄金，它不会创造任何财富，也无法产出任何实质的利息。这就是黄金最根本的局限性。当我们把钱投入到一家优秀的企业，像是可口可乐或苹果公司，这些企业每天都在雇佣聪明的员工，研发新的产品，赚取现金流，并且把利润透过股利持续分派给股东。这群优秀的企业在用实质的生产力帮你抵抗高通膨。相反的，黄金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投机心理。你今天用$4100的价格买入黄金，你唯一的获利希望，不是因为黄金本身创造价值，而是你寄望未来有另一个愿意出更高价格的人，用$4500甚至$5000把你手上的黄金买走。这在金融学上就是经典的博傻理论。在过去几年，部分投资人看到金价从$2000一路飙升到$5600，在强烈的集体焦虑感驱使下，没有去研究背后的总体经济学逻辑，更没有搞懂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就盲目将自己辛苦累积的存款拿去追逐高档的黄金。正如巴菲特常警告的，只有当潮水退去，你才知道谁在裸泳。当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展现出来的鹰派作风，将美元的基准利率可能长时间维持在 3.5% 以上的高档时，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得无比巨大。如果把资金放在无风险的美国国债，每年可以稳拿超过 4% 的利息回报，而如果把钱放在不会配息又需要支付保管费的黄金，这两者之间的吸引力高下立判。当高利率的环境持续维持，黄金身上那个避险光环就会加速褪色。从短期的视角来看，黄金市场目前的下行压力显然还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除了联准会的鹰派利率威胁之外，复杂的中东地缘政治局势依然是全市场最核心的干扰因素。虽然美国与伊朗宣布达成某种程度的和平协议，让市场的避险情绪在短时间内出现大幅降温，但这背后的局势依然充满变数。
未来的反复与震荡将会继续左右金价的短期走势。与此同时，目前市场都把目光锁定在美国的经济数据。如果未来公布的关键经济数据均显示美国的通膨依然偏热，或经济成长仍然强劲，那将会进一步强化联准会鹰派立场。到那时，黄金恐怕会迎来新一轮抛售潮。如果拉长到中长期的时间维度来看，全球各国央行的持续购金行为确实还是黄金在需求端最为稳定也最让人安心的支撑力量。黄金作为一众传承数千年的非主权信用资产，它的核心价值并不需要依赖任何单一国家的信用来背书。在长期全球去美元化的浪潮下，显示黄金依然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然而，投资必须要认清现实，这中长期的宏观叙事与战略逻辑在短期之内无法完全抵消美元指数持续走强、美债值利率不断上行，以及联准会可能再度加息所带来的三重压力。黄金市场在今年5个月之内给所有的投资人上了一堂残酷的牛市及熊市的转换课程，必须先静下心来反思，黄金这一轮历史级别的长期牛市是否已经结束？这个问题的短期答案，或许不在任何一家投行的预测模型当中，也不在那些技术线图里。真正的关键答案，在于一个最基本的总体经济变量，那就是联准会的利率路径究竟会在这样的高档利率的水平上停留多久？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面对资产可能缩水的危机，我们唯有保持绝对的理性，不盲目跟风，才能在这个震荡的金融市场当中，保护好我们辛苦累积下来的真实财富。如果您希望掌握黄金最新资讯，欢迎订阅本频道。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财经资讯，您每一次观看所投入的时间，都将在未来转化为更清晰的判断以及更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的专注聆听，我们下期再见。祝各位投资顺利，拥有平静且充满智慧的一天。